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。珊珊，哎呦，珊珊小姐，哎呦，我正找你呢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。你好，哎呦，这不是刘探长吗？哎呦，哎，这不是韩太太吗？哎，几天不见，你越来越漂亮了啊！这样下去呢，你都快成我的梦中情人了啊！哎呦，我怎么这么喜欢听刘探长说话呀？哎，不过说实在的，你如果再瘦一点，再有钱一点，哎呦，你也是我的梦中情人喽！哎呀，太般配了啊！哎呸呀！韩太太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啊？珊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几天啊又帮你相中了几个条件很不错的男人呐。不用，太麻烦了。哎呦，韩太太啊，不用了，珊珊呐，那很抢手的，不用相亲的。这是终身大事，怎么好怕麻烦的啦？是不是？再说，在外面找的男人啊，根本就不行。我跟你讲啊，他们不是拆白打，就是强盗胚，还是熟人介绍来的安全一点。再说了，女人呐，一生最大的事业，那就是嫁个好男人，你知道吧？这样一生一世都有依靠了呀。要不然你说珊珊现在一个人多辛苦多孤单啊！哦，哎呀，韩太太呀，珊珊现在过得很好的，工作又很顺利，介绍男人这种简单的事情交给我去做就可以了。你回去打麻将吧。哎，就你不行的。来，珊珊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这个呀，哦呦，要说是千挑万选出来的，一点都不假呀。哎，你看看啊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他是银行乡里，老爸是银行总董，老妈又是银行股东。哎，他跟你一样啊，也是留过洋镀过金的，家里光洋房就有7、8栋呢，出门就是奥斯汀。初次见面，略表心意，罗小姐请笑纳。真不好意思，让你破费了。罗小姐是女中豪杰，没想到声音也那么动听。哪里，只不过是一个侦探，何来的豪杰？好，就是像罗小姐这样聪慧而有素养的，才是我所敬佩的。罗小姐是从海外归来的，想必也是个开放的人吧？啊，我认为女人的美德就是什么？就是坚守妇道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面这位帅哥好面熟啊！哎，谁来着啊？哎呀，想起来了，是裕华银行的少爷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哎，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哎呀，随便啦，想不起来了。我自我介绍啊，我叫刘栢熙，是法租界的探长。珊珊，就是我夫人。罗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纠正一下啊，她已经不是罗小姐了，她是刘夫人。刘夫人？刘栢熙叫我干什么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跟我夫人说几句话啊。哎，老婆，我知道你现在心理压力很大，但是也不要离家出走啊。哎，就算离家出走呢，哎呀，也不能喝酒啊。你知不知道喝酒会影响你肚子里的孩子的？这可是我们2个人的骨肉结晶啊，骨肉结晶哎。栢熙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再胡说八道，我不客气了。哎呦，不客气无所谓啊，但你千万不能生气呀，一生气就会影响胎气的。哎呦，老婆，你力气好大呀，比我还大呀！你别再震了，你震了会影响肚子里的孩子呀，会脑震荡的。罗小姐，没想到你已经有丈夫了。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没有这回事的，你千万不要误会啊！不要在我面前继续演戏了。再见啊，一路走好啊！哎，其实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的。你看他那个样子啊，除了长相英俊，什么都没有啊！你要跟他谈啊，我送你5个大字，那就是没有好结果。哎，来吧，坐下吃饭了啊！傻站着干什么？来坐啊，别浪费。不能浪费啊！哎，你都见过照片了？啊，见过了。那个人啊，长得挺周正的，和珊珊姐算得上郎才女貌。那刘大哥怎么办啊？是不是回来了？好像是。珊珊姐回来了，这么快就吃好了，我们正说到你呢。刘栢熙跑来捣乱，把我气死了。
那这么说，你对那个人还是挺满意的了？哎，没事没事，第一次见面其实就是搭个桥的。他要是对你中意的话，会再联系你的啊。你很有经验啊。你没听说过啊？第一次见面就是搭架子的，不要让男人以为你会对他百依百顺，否则的话，他以后就要给你立规矩了。哦，哎，珊珊姐，你今天见的到底是什么人啊？那个人叫任重元，是裕华银行的乡里。任重元？你认识啊？不认识啊。不过我对他有所耳闻。这个人可是上海滩有名气的小开，家世显赫，听说还是留过洋镀过金的呢。这么好的条件还用相亲啊？哎，我说珊珊姐，你什么人不能找，找他呀？怎么了？不是我多嘴啊，我听说这个任重元啊，表面是斯文人，其实就是个花心大少爷，而且我还听说他经常和一些女明星厮混呢。我饿了，家里有什么吃的？哦，我们俩正准备煮面条呢，你吃吗？哎呦，什么都吃，好好的一顿饭都让刘凡熙给搅和了。我当时一急就把酒泼到他脸上去了，当众泼的。谁让他说那些话的？那你也太火爆了吧！其实我也知道，他是为了我好，但是那个时候我哪里知道那个姓任的是一个花心恶少呢？哎呀，你没听到刘凡熙说的那些话，他更像个恶少。那怎么说这个事儿也是你不对，你去向他赔个礼道个歉吧。凭什么呀？小兰，你说句公道话。我觉得刘大哥是好人。哎，你们俩，他是好人，那我是坏人了？哦，不，都是好人，都是好人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呢去请他吃个饭吧。怎么说他也是法捕房的探长，对不对？你看咱们办案啊什么的，总是要求到人家的。再说了，他又是你的股东，而且人家今天也帮了你，你就请他吃个饭嘛，当是赔礼道歉。想都别想，我看到他就饱了。哎，好了，听你们的。我看请吃饭就免了吧，我顶多送他一瓶酒。哎，这样也说得过去啊。吃吧。哎呀，宝贝儿，哎，角色的事情你还得替我多操操心啊。你放心，一句话的事儿。来，我来。走了。再见，慢点啊。回去吧。哎呀，想演主角哪那么容易啊？尤其是新人，你说是吧？老板，以你的人脉以及财力，应该是一言九鼎吧？一言九鼎的可不是我呀，是编剧。在这之前，他写了2部戏，都卖得非常好，这次还差不了，而且是他的畅销小说。可这个女人的性格，太麻烦。她再麻烦，毕竟您是老板，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。哎呦，这次情况不同了，他和电影公司签了契约，乱七八糟的条款一大堆，其中有一条就是他对主演有决定权。前2部戏用的是陈丹丽，这次也8九不离10吧。可是老板，郑小姐毕竟是你的人，你不会不管吧？我又不是傻瓜，我投资就是为了赚钱，只要陈丹丽能够给我带来票房收入，小婉也只能暂时委屈一下喽。哎，丹丽小姐，你看看啊，哎呀，你拍的戏啊，那都是大红大紫的。这次情商，又是柳林小姐的畅销书改编的，我相信一定会更火啊！刘小姐，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啊！我们希望早日看到您亲手操刀的大作。我也希望能够尽快看到柳小姐的剧本，我也好提前做准备。是。放心吧，诸位，
肯定不会让你们等太久的。那3位多多辛苦，我还有些事情，先走一步了。啊，好，那我送丹丽。哎，坐，坐。李老板啊，这次能签下陈丹丽来饰演女主角，真让我放心了。刘小姐啊，你这本小说已经很完美了。我看这个剧本呢，不用花太多时间了吧？那可不行，小说的结构还是属于小说的，电影剧本的结构肯定会有所不同。哎，是啊，我们主要考虑呢，这个情商有那么多的读者追捧，想借这股风趁热打铁，把影响搞得更大一点。当时公司和我签合同的时候，我就强调过的，剧本的修改一定要由我来定。当时你是同意的。哎，是的，只不过我们……好了，我明白。我刚才说了，不会让你们等太久的。你看，反正现在初稿差不多已经成型了，我想做的就是再梳理一下剧本，最主要的就是修改结尾。如果你们实在着急的话，要不你们先从前面开始拍？不，没问题，只是个结尾嘛。对，1个礼拜够了吧？那可不行。那就10天。20天吧，20天之内我一定交稿。好。那好，那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刘小姐，拜托了，尽量抓紧一点。走了啊，走了，再见啊！哎，你们留步，慢走，剧本抓紧啊！哎呀，老板，啊，这次女1号又定了陈丹丽，恐怕许会长那儿不好交代吧？哎呀，等你想到已经晚了，我早就给他吹过风了，这个事儿我们不用管。那许会长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赶紧拍戏，把它卖掉，多挣钱，其他的他无所谓的。我可听说郑小婉和许会长的关系。哎呀，许会长身边像郑小婉这样的太多了。今天是郑小婉，明天说不定就是张小婉、王小婉了嘛。好，那好，只要不得罪这个财神爷就好了。是。开门啊！哎呀，小婉，你怎么来了？来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啊？一脸的不高兴，谁惹着我们未来的大明星了？还能有谁啊？还不是你惹着我了。我下午我接到导演的电话，说情商的女主角定下来了，是陈丹丽。你别说你不知道啊。哎呦，我还真不知道。哎呦，我这2天忙的呀，要不是你来，我还真不知道。回头我说说这个李老板。哎，你别等回头了，你现在就给李老板打电话，他肯定听你的。哎呦，电话先不忙打啊！你听我跟你说呀。哎呀，我不听，我看你们根本就是串通好的，就不想让我演这个戏。哎，我怎么能不想让你演呢？啊，情况是这样的，这个编剧定主角是合作条件之一，跟老板呐、跟导演呐都没有什么关系。你说有了这个合同，我说话都不大管用啊。那要不你就说你不投资了，他们总得听你的了吧？哎呦，那怎么行啊？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啊？租场地呀，做布景啊，做道具啊，那可都是我真金白银掏出去的，怎么能说不投就不投了呢？是啊，这么一比，我是没你那些臭钱重要，我说对吧？哎呦，天地良心呐！你想想看，不是为了把你捧成大明星，我投资拍电影干什么呀？啊！哎呀，先委屈啊！不演主角，咱演个配角也行啊！我向你保证，下部戏你就是女主角，我专门找人给你写戏。我不要下一次，我要这一次，我这一次就要演女主角。不是，听话，我就要演这个。哎，这个破戏有什么好演的啊？哎，回头啊，我陪你去买几件好首饰，再带你去吃顿西餐，然后到你住的地方好好的疼着你。你别想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次你不帮我，你想都别想。你不给他打电话，我一会儿就去找他们，我要证明给他们看，我比陈丹丽强，我比他更合适。哎呀，小婉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这部戏才给我做了4套衣服，我上部戏还有6套呢。拍个戏穿那么多套衣服干嘛？观众看你还是看行头啊？
行头当然重要了，来来回回就这么2套衣服，还不把观众给看腻了？行了，让导演多加几套衣服。你出钱？当然我出钱了，这么一点小意思，加的戏服全算在我的账上。好。拿着，明天上街去，爱买多少衣服买多少衣服，好吗？自己挑。那你小心啊。好嘞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再见。哎，帮我把门关上啊。知道了。重元，你还没走吗？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了？重元，是你吗？哟，谢谢不用找了。柳小姐，啊，你好，里面请。快请。经理。哟，柳小姐，哎呀，您大驾光临，真是让本店蓬荜生辉呀！我这次在云社写剧本，你没有对外声张吧？没有没有，那就好，我不想让小报记者骚扰。这一点，柳小姐您可以放100个心。啊，您请。请。刘小姐，根据您的意思，这里的摆设我们都已经更换了。您看，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，我马上让他们换。很不错。这样一来，我总算可以安心写作了。只要你满意就好。那柳小姐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好。您有任何问题，请按桌上那个电铃就可以了。来了。哎呀，小兰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哥让我给你送支活鸡补补身子，替我谢谢你哥哥。小兰啊，你帮我把这瓶红酒去送给刘凡熙。哦，行。那是不是还得捎什么话啊？就说我这次泼了他一脸酒，觉得很过意不去，希望刘凡熙自重。不好，听了一点也不像道歉，倒像是说我警告你啊。那你就这么说，说罗珊珊下一次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也同时希望刘凡熙自重。放着了啊。哼，你这张嘴啊。二宝，哎，小兰，你在这干嘛？珊珊姐让我给刘大哥送瓶酒，他人呢？出事儿了，死人了！老大去现场了。啊？又是什么案子啊？不知道。走，我跟你一块去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又不是我们法捕房的人，你去干什么？我就是看看嘛。再说我找刘探长还有事儿呢。哎呀，走吧。哎。
哎，等等，看看去啊。不是，你这戴上去不合适吧？那这样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回来。快点啊！哎，您好，老板，我想麻烦把这酒放您这儿一会儿，行吗？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？哎，老板，我有急事儿，我求求您帮个忙吧，行好，行不行啊？哎，行，你搁这儿忙啊。谢谢啊，谢谢老板啊。不行。可能是在洗澡的时候呢，不小心失足摔倒了。这是个意外，全身只有这一处伤。按理说水龙头不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。不过探长，您看这个，是水龙头的把手吗？水龙头的把手松了，他失足之后呢，先把水龙头的把手撞掉，结果水龙头突出的地方就成了锐器。窗户这里是有护栏的，别人翻不进来。老大，你怀疑这不是意外啊？这现场怎么看都像是意外啊！哼，是意外，不过是太意外了。老大，这就是报案人，大楼管理处的老王，这是我们刘探长。你跟我说说是怎么发现的？是这样的，楼下的住户啊，他一大早就来反映说天花板漏水了。我想，不下雨怎么会漏水呢？后来想啊，可能是2楼的陈小姐她家的水管爆了。现在楼下那个住户在哪里啊？现在她去上班了。是不是你第一个打开房门的？是啊，我在外面啊敲了半天，也喊了半天，里面呢就是没有回应，只听到屋里啊就是哗哗哗的流水。我想啊，肯定是出事了，所以我就撞开了门，进了屋子。乖，地上的水啊都成河滩了。浴室呢，门是反锁着，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我就把浴室的门也撞开了。年纪轻轻的就出了这样的意外，哎，真是作孽呀！老大，这是个意外吧？不，应该是密室杀人。对，就是密室杀人。刘探长也说这叫密室杀人。珊珊姐，什么叫密室杀人啊？判断谋杀呢，有3个重要的因素：凶器、第一现场和杀人的时间，3者缺一不可。而密室杀人就是将杀人现场做成一个没有办法进入的环境，从而使谋杀成为缺乏环境依据的行为。我在日本的时候，曾和老师破获过一桩密室杀人案。这桩案子的关键就在于解开密室，确定这是谋杀而不是意外。哎，你又没有去现场勘查，你怎么就能确定这就是密室杀人呢？刘凡熙呢，虽然不是什么好探长，但是啊，他不至于是个笨蛋。他能够说出密室杀人，说明他有几点想法、思路和我是一样的。第一，陈丹丽她在自己的家里洗澡，为什么要将浴室的门反锁？哎，那就是有人有反锁门的习惯啊。好，就算他有这个习惯，但是陈丹丽是被水龙头戳死的，这种死法会不会太罕见了？还有，陈丹丽是死在自己的浴缸里面。一般人早上起来都会选择冲一个澡，但是陈丹丽呢，却选择了泡澡。哎，你说有没有可能她是昨天晚上就遇到意外了呢？不是有可能，是很有可能。案发时间就是推断密室的关键。那还有什么？一点，杀人凶器。对，杀人凶器。虽然我没有到现场去看过，但是水龙头应该是凶手选择来掩饰凶器的一种方法。哎呀，真想到现场去看一看啊！那就走吧，反正这案子是刘探长的，怕什么？走。我才不去找他呢。那不去拉倒。反正我已经去过了。哎，你说我假装跟他偶遇，顺便问一问案情。哎，那好吧，好吧，就去求他吧。走走。
谁呀？哎，小兰。刘探长。喂，珊珊，你要出去啊？你等会儿再走啊，我有件事情想问问你。好啊，那你说说看我感不感兴趣？啊，来，刘探长，坐下说。小兰去了现场，跟你说过了吧？电影明星陈丹丽死了。嗯，然后呢？你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，你肯定知道什么叫做密室杀人呢。不是所有的门窗关着都叫做密室的，一定有你没有发现的问题。一点不错，就是这一点呢。我是怕有什么遗漏，所以特地来找你研究研究的。那刘探长，你有没有什么要表示的呀？你想要什么表示啊？最多请你们两个吃个饭喽。好，成交。喂，这么早就吃饭？吃什么吃啊？去现场。哦。徐会长啊，李老板，打扰了啊！来，请进。好。徐会长，刚才电话里面我都跟您说了，陈丹丽不幸出了意外啊。哎呀，英年早逝啊，实在是有点可惜啊。我们戏还得拍啊，所以我就过来听听您的高见。哎，我能有什么高见呢？你们都是行家。哎呀，这临时找人吧，确实有点麻烦。哎呀，你说现在让郑小婉来补这个缺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只要剧本好，新人也是能出彩的，对吧？就是不知道你和导演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和导演跟您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凭着小婉的演技，这个戏拍完她肯定红。徐会长，我们真是不谋而合呀！啊，您刚刚还说您不是行家，太谦虚了您。好了，这事就这么定了啊！等你那个编剧把剧本写完，就开工大吉吧。说到编剧，柳林还得许会长您做点工作。怎么？他还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你们已经决定了用郑小婉，怎么不跟他说呢？我是想和他说呀，可是柳林这个人您是知道的，他很清高啊，他怎么会把我李志坚放在眼里呢？许会长，您要是出面就不一样了，您有名望，又有财力，是不是？他怎么也得买您的面子，是不是？以后拍戏，他还要仰仗您呐。话是不错呀，啊！可是之前他对用陈丹丽那么坚决，现在会不会都是你那个破合同闹的事儿？是，所以我们现在把他像佛一样那么供着，就怕惹他生气跟我们打官司，这样要影响以后票房的。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他定的人选已经死了，还有谁比小婉更合适呢？会长，您就放心吧，只要您把柳林约出来，当着他的面捧一捧，肯定没问题。他是个顺毛驴儿。对了，会长，这事儿要是办成了，小婉她对您不是百依百顺吗？你说是吧？好，我就勉为其难吧。哎呦，那就有劳会长了。我这就去准备啊。再见。喂，宝贝儿，你该怎么谢我呀？啊？怎么样，找到线索了没有啊？嗨，不过对你来说呢，的确是有点困难。谁说的？我就来了这么一会儿，就已经发现4处疑点了。哦，可是某个人来了一早上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。神经病！我当然有发现了，故意不说给你听，存心考验你一下的。嘿嘿。哈，你说的啊？那你就来说说看，你发现什么了？仔细听好了啊。第一，陈丹丽是个女人，而且是个女明星，
这里是他洗澡的地方，而窗户外面呢是马路大街。试问，一个女明星在这里洗澡，这里的窗户怎么会没有窗帘呢？对啊，窗帘不见了。还有什么？不是有4处1点吗？还有门栓，门栓的位置水渍比别的地方更多，而且很潮湿。没错，门栓的位置比其他地方更潮湿，这是个疑点。但是还有啊，你过来看，这里怎么了？这里的每一瓶化妆品和香水都摆放得整整齐齐，盖子也都盖得很好，而且台面上一点灰尘都没有。你再看看他的梳子，一根头发都没有留下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由此可以证明啊，陈丹丽患有强迫症。得了这种病的人，绝对不允许自己浴室的水龙头松了而不去修理它，明白了吗？哦，你这么一说很有道理。这是第3处，那第4处呢？你看看这个，这是个熏香蜡烛。这个熏香蜡烛应该是陈丹丽洗澡的时候点的，整根蜡烛都已经烧完了。这说明什么？陈丹丽遇害的时间到尸体被发现的时间应该相隔5个小时。可就凭这个，也推断不出出事的时间啊。今年水费的单子啊，都在这里了。哦，陈小姐的水表啊，正好是前天刚抄的。陈丹丽的用水量很平均，一般是9到10立方，多一天是300升。前天抄表是2750升，那去掉第1天的300升，就是2450升，就是他出事那天的用水量。哎，那就是说水龙头一直开着，水在不停的流。如果按照你这么推算，就可以估测出陈丹丽的死亡时间了。罗珊珊，够了没有？很重啊，我的腿都已经麻了，撑不住了。你别着急嘛，刚过半分钟。啊，哎，早知道我拿一个小点的盆呢。5升的盆好计算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满了。哎，快关掉。这个水龙头1分钟流出5升的水，那么1小时就是300升。早上你们来的时候是10点钟吧？没错啊，我们一进来就把水龙头关了。你说水流了8个小时，也就是说陈丹丽是半夜2点钟被害的。没错。不过密室还是密室，不管是几点钟，它还是密室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去问问陈丹丽喽。啊？他人都死了，你们怎么问他呀？有的时候啊，一个死人可以比活人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。走了，走了。哎，探长。哦，对了，麻烦你啊，还给陈丹丽。什么？从窗口的形状和切面来看，应该不是水龙头，水龙头应该更宽。凶器应该是锥状体，没有木屑和金属刺穿的痕迹。不是木质，不是金属，那还能是什么？我也很想知道凶器到底是什么。陈丹丽出事前一定紧紧抓牢着什么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棉纤维啊。难道是凶手衣服上的？更像窗帘布上的。有道理。陈丹丽突然间遭袭，会下意识地从浴缸里起身，所以很有可能是陈丹丽遇害的时候，血溅到了窗帘布上。所以凶手要将其取走，让现场看起来呢，更像是发生了一场意外一样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。如果带血的窗帘留在现场，那么意外就无法成立。现在可以确定的就是，陈丹丽的死是一起凶杀案，而且经过了精密的布置。那么凶器呢？有线索吗？凶器还有密室是怎样构成的，都需要我们去解答。他怎么了？没什么，那是正常人应该有的反应，而我们属于人类中的异类。啊？为什么？你想啊，谁会像我们一样围着尸体，跟吃饭一样平常呢？哎，听到吃饭2个字啊，我的肚子就已经饿了。我们去吃点东西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我们去珊珊姐家吃饭吧，家里还炖着一只老母鸡呢。给。好香啊！二宝，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？二宝，怎么了？还想吐啊？哎呀，别去想那个尸体了，快吃饭吧，小兰做的很好吃，快吃了啊！哎呀，就差1瓶酒啊！哎，我不是送了你1瓶酒吗？你赶快拿出来给大家享用一下。
你什么时候送我酒了？不好意思，我把酒忘在陈丹丽家楼下的小店里了。喂，神神秘秘的，怎么回事？我这就去取啊。您好，老板，谢谢您啊，您人真好。噔噔噔噔，这花送给您，我的酒呢？姑娘，不好意思，我把你的酒放进冰柜里了，冻硬了。真可惜啊，这么好的酒啊，可惜啊，浪费，糟蹋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。哎，那我拿到锅里去热一下吧。不行，这是红酒啊，你以为像黄酒一样可以加热的？加热之后就变味了，没法喝了。话说回来啊，我又没过生日，你干嘛送酒给我呀？我想到了啊，密室凶器，我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怎么回事？凶器是冰。冰？二宝，你赶快去拿块猪肉，要带皮的那种。啊！哎，珊珊，你要猪肉干什么？别问那么多，赶快让二宝去。二宝，快去！生的还是熟的？珊珊说的当然是生的啦，快点去猪头。是。哎，二宝啊，你买完了之后，直接到陈丹丽的公寓去找我们。是。你跟我去一趟制冰厂吧。马上啊！马上。哎，太浪费了。你做的菜好吃。哎呀，猪头！二宝，你买个猪头回来干什么？老大，你说要猪头啊？我不是要你买猪头啊，我的意思是说你是猪头啊。哎，嗨，反正猪头也是猪肉嘛，带皮的，保证生的。呸！笑什么你？有其主必有其仆。你说我和你啊？我说你跟二宝啊。我呸呸呸呀！珊珊姐，好眼光，我一直是以我们老大为榜样而努力的。够了，别再开玩笑了，开始做实验吧。哦，好，来扎你的猪头。不是我的猪头啊，是二宝的猪头啊！二宝，扎你的猪头。哦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个是凶器啊！明白了吧？看啊，这个冰锥的尖锐度以及硬度呢，足以刺穿人的喉咙，和用刀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。而刺杀会喷射出血液，瓷砖和浴缸上的都是可以清洗的，但窗帘上的不行。所以凶手就将窗帘带走，然后将陈丹丽的颈部靠在了水龙头之上，造成意外失足的假象。杀人用的冰锥扔进浴缸里，等冰锥慢慢的融化之后，凶器就此蒸发。错，冰锥没有扔进浴缸，而是另有用途。哦，什么用途？你忘了门栓上面有过多的水渍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不单是门栓，整个水渍形成了一条直线。没错，凶手将这个冰锥放在了门栓的下面，然后打开水龙头，放热水，等室内的温度上升之后，冰锥就随之慢慢融化了。哦，等到冰锥完全融化之后，这门栓就自然而然地闭合起来了。然后室内的蒸汽又可以保持住尸体的温度，让我们很难猜测死亡时间。死亡时间我已经用水流量帮你们测算出来了，凌晨2点，冰锥杀人，制造了意外死亡的密室。这个凶手有头脑，有物理知识，冷静而且聪明。这些线索够你用的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刘探长去抓人了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密室解开，凶器找到。哇，好，分析的非常正确，哈哈哈哈哈！真是值得鼓掌啊！不愧为我曾经的搭档，没给我丢脸。作为你的股东，十分欣慰啊，十分欣慰啊！啊哈哈哈哈哈！老大，怎么样？他一直说跟他没有关系，他很早就离开陈丹丽家了。任公子，我希望你配合我的工作，这样也便于你自己洗清嫌疑。该说的我都说了。我离开陈丹丽家那会儿啊，他还好好的。我想问你，你是几点钟离开陈丹丽家的？1点。1点？你在撒谎啊！我有目击证人看到你是在2点钟左右离开陈丹丽家的，而陈丹丽遇害也是在2点钟。刘探长，我这不是想撇清关系吗？
这事儿真是巧合。如果我真说2点的话，那我不是挑你黄河都洗不清了吗？你是不是和女人说了太多的花言巧语啊？已经不会说真话了。刘探长，之前多有冒犯，但我和刘夫人那也是经人介绍才。给我打住啊！你这样说是怀疑我公报私仇、假公济私是吗？没有。嗨，是我寻花问柳，是我品行不端，但杀人这事真不是我做的呀，我冤枉啊！如果凶器是冰锥的话，陈丹礼家里并没有冰箱，冰早就融化了。这小子应该不是罪犯。老大，即使他不是罪犯，就凭他一家人和日本人勾搭成奸，治治他也是应该的。要是被罗珊珊知道这个任重元还有这层背景啊，他更得恨之入骨喽。但是我听说，现在日租界经常有日本浪人寻衅欺压我们中国商人，劫货砸店，胡作非为，还肆意殴打烧毁日货的老百姓。如果这些不法之徒犯在我刘凡熙的手上啊，我绝饶不了他。哎，可是老大，我们现在手上的案子都……我有朋友已经在策划袭击日本特务的行动了，我在等他们的好消息。真的，老大，我也去。你去什么去？你在法租界盯紧那些汉奸分子，一个都不要放过，记住。是。老许，你好。你好，郑小姐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叫我阿斌就可以了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全名啊？我只是个打下手的，有什么事儿您招呼一声，我随叫随到。你把脸转过来吧，没关系的。不了，我的脸看起来比较恐怖，我怕吓着你。郑小姐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的脸是怎么伤的呀？我记得你说你当过兵。我的脸在战场上被炮弹炸伤了，那个时候阵地上缺药，后来脸就变成这样了。那你是哪儿的人，在哪儿参的军啊？我是湖北人，在老家当的兵。郑小姐，您怎么对当兵的事情那么感兴趣呢？啊，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也去当兵了，所以我很想知道当兵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哦，那是个什么样的朋友？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。他当兵以后，我就没有见过他了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战场上子弹都是不长眼睛的，那么久没有联系了，肯定已经死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凭什么说他死了呀？我朋友答应过我，他一定会活着回来。对不起，郑小姐，我不是故意要那么说的。但是在战场上，死的人往往比活着的人多。其实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还不如那些死了的人来得干脆。我先进去，等柳林来了2、3分钟之后你再进来。知道了。
喜欢吗？怎么你不喜欢？这是我拿刚发的军饷给你买的。你为什么非要去当兵？为什么非要去当？我不想让你去参军。小文，参军是我的志向，我想我在战场上一定会有一番作为。哎，等我立了战功，衣锦还乡，我一定要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。我不想过什么好日子，我也不想要什么荣华富贵，只要你什么都不要。可是你看，军装我都穿上了，军饷我也花了，你不想看到我被军阀处置吧？好了，小文，相信我，一定不会太长时间的。等我，好吗？我等你，不管要多少年，我都会等你。只要你安安全全、完完整整的回来，我等你回来娶我，好吗？郑小姐，柳小姐到了。柳小姐真是个大忙人呐、我等人从来没有超过30分钟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许会长，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忙于修改情商的剧本，一投入往往就会忘了时间，来晚了。要不这样吧，这瓶酒算我的，我给您赔罪。哎，严重了，我请你，怎么能让你破费呢？啊，谢谢。丹丽的不幸，令人扼腕痛惜呀。可是电影还是得拍下去啊。女主角的问题，我想听听柳小姐的意见。许会长，你今天是来找我商量，还是来通知我的？要通知你的话，我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？商量，完全是商量。不知道柳小姐想让谁来接替丹丽这个角色呀？啊，许会长心中应该有一个合适的人选，不妨直接说出来吧。你觉得同样来试过镜的郑小婉怎么样啊？柳小姐，有话你也不妨直说。郑小婉不错，不过我觉得她和陈丹丽不是一个类型的演员。哎呀，这世界上哪有一模一样的人呢？所以呀，我就觉得郑小婉并不像我笔下的女主角。在之前，我和郑小婉并不熟悉，不过接触下来以后，觉得她还是真不错。柳小姐，许会长，小婉，你们好。来，哎呀，来，坐啊！哎呀，坐，坐啊！来，许会长还是来通知我的。哦，不，哪里，商量，一定是商量。柳小姐，我早就拜读过《情商》这本小说，其实真的非常棒。当初公司买下版权的时候，老板还有导演就和我说过，其实我的经历跟您笔下那个女主角非常相似。郑小姐的片子我看过，以前好像一直走的都是艳星路线呢。对，我以前演的一些角色算是比较香艳，不过其实郑小姐，你只要沿着香艳的路线一直走下去，说不定哪天会红的。啊，我其实想参与演您这个戏，不是说非要大红大紫，我是对艺术片有一种向往，我想趁这个机会让自己能够转型。哎呀，转型啊！对，正好借《情商》这部戏来转型。那许会长就是想用我的剧本来做一次实验了。哎呦，怎么能说这是实验呢？这一定是一次成功合作的创新。柳小姐，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，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哎呦！许会长，
可以让我回去考虑一下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啊。那好，那明天我们电话联系吧。啊，好，我等你电话，小文，当心！没伤着吧？没事。刘小姐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去吧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我自己走吧。哎，没什么，这很方便啊，很方便。那好。许会长，你不一起上来吗？不用了，我走2步就到了。明天我等你电话。刚才你的眼疾手快的一打，真是叫人印象深刻。刘小姐，过奖了。你应该说我严格训练吧？啊，是，我当过兵，打过仗。小文，当心！喂，又打麻将啊？行，那好吧，那你们等着我吧，我一会儿就到啊。那个时候，在战壕里有好几个兄弟都牺牲了。战场上硝烟弥漫，视线十分差，有的时候，如果炮弹从正面打过来，你还能握刀躲避一下；但是如果从两侧飞过来的话，根本就看不清楚。那一次，一枚炮弹在我的左边爆炸，我当场就昏过去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躺在了战地医院里，一枚弹片刺穿了我的左脸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由于身体的残疾，我离开了军队。我在参军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但遗憾的是没有在战场服役。你看看现在的我，只剩下一副残缺的躯壳。你知道吗？你的这个经历和我书中的人物简直太相似了。其实说起来，我拜读过柳林小姐的小说，算得上是你半个书迷吧。这么说，我要谢谢你对我作品的喜爱。是您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，看了忘不了。我跟你聊了这一路，我对战争，对我写的故事，我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。我能不能麻烦你跟我上楼去？我们再聊一些什么的？我在战场上的故事已经说的差不多了，其他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我们可以再聊聊你是怎么样走上战场的，包括你从战场上走下来之后还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。我就想再多积累一些素材。能够受到柳林小姐的邀请，我觉得十分荣幸。但是那么晚了，我怕被人看见对你不太好。这个你不用顾忌的，你就答应我吧，好吗？好，那走吧。谢谢。这边请。刘小姐，晚上好。晚上好。刘小姐，王维俊先生在您的房间等候多时了。对了，明天早上7点钟准时叫醒我。哎，好嘞。谢谢。来，请。好，请进。柳林回来了。哎，这位是
哦，这位可以说是我小说中的原型。啊，幸会。啊，柳林，你需要的资料我给你带来了。太好了。对了，这位先生呢参加过战争，我想和他聊一聊，听听他的故事，再找点新的感觉。你要不今天先回去，我明天再跟你联系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再见。再见。来，过来，坐这儿，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会想到去参军的吧？那个时候，我还在师范学院里学习物理。其实我内心呢，有一个从军的梦。那个时候总觉得一腔热血，如果不挥洒在战场上，那怎么能称得上是男子汉呢？就在我毕业那一年，开始征兵了。中国自强必先统一，必先打倒腐败卖国之北洋政府，为全国人民之平等自由贡献力量和生命。小文，给，谢谢。小文，你想好了吗？啊？毕业以后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当老师，不过我最想去上海，看看电影里的那些大明星。好啊，那我以后带你去。真的？啊？你可不许骗我。那你以后想做什么呀？我？你想我做什么？做什么都行啊。不过你可千万不能去当兵。为什么？我前几天和几个女生去慰问伤兵，我看见他们那些人，有的断了胳膊，有的断了腿，有的脸还被烧焦了，那样子好可怜呢。你说他们那些人以后该怎么生活呀？可到最后，我并没有听小文的，还是报名参了军。能不能跟我说说你的小文？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？她能歌善舞，聪明，漂亮。那个时候，我们男孩背地里还封她为校花。哦，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当时应该有很多男孩子追求她吧？当然。你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那个时候在学校，我还算长得不错的。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面具底下的脸？不必了吧，我怕我摘下来吓坏你。哦，那好吧，那说说，你参军之后还有没有和小文联系过？一开始我们还有书信往来，但是随着部队的不断转移，后来我们就失去联系了。直到我受了伤，身体变成残疾，我才明白战争给人带来的痛楚。曾经所拥有的一切，再也无法挽回了。刘小姐，但愿我的故事对你有所帮助。当然。现在这个电影换了郑小姐来演了，我想应该会顺利完成的吧。你说的那个郑小婉，一个市侩大亨的情人，我绝不会让她出现在我的电影中。刘小姐，你好像对她有些成见，可是，一开始那个叫陈丹丽的，她也不一定适合这个角色，而且我还听说她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。你是指她的私生活不太检点？这个我知道，但问题是丹丽实在太能演了，她就是那种天才演员，而且之前那几部戏她都完成得非常好，所以我对她有100%的信任。可是她现在已经演不了了。对，但就算是这个样子，那个郑小婉也别想趁虚而入，鸠占鹊巢。她背后那个人什么都不懂，就会赚钱，靠几个臭钱就想为所欲为了，在我这儿这绝对行不通。刘小姐，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
其实我的意思就是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成为我电影中的女主角。说通俗一点吧，我绝对不会帮着许绍林去捧一个婊子当明星。郑小婉之流，我说她是艳星都已经算是抬举她了。再说我这个人平时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威逼利诱，有了今天这顿鸿门宴，他不要想在我的故事中找到任何一个角色。跟你说这些有点不太合适，毕竟许绍林是你的老板，不好意思让你为难了。不，我不会乱说话的。哎呀，你看跟你聊了那么多，我都没给你倒茶，想不想喝点什么？不必了，那太晚了，我想我该走了。那好，那也感谢你给我提供了那么多新的素材，真的，我希望电影上映的时候你可以来看，你一定会在当中找到你自己的影子。希望你能够顺利完成你的剧本。我一定会尽快的，放心吧。再会。我送你。留步。王先生，你还没走啊？哎，你们聊完了啊？是，我进去看看柳林。哎，王先生，刚才在屋里的时候，我跟柳林小姐讲了一些关于我的故事，她记录了很多，正在整理。我出门的时候呢，她都没顾得上送我。现在你去看她，恐怕会影响她的工作。她就是这样，一写起东西来呀，就什么都忘了。我真的很希望柳林小姐能够顺利地完成她的剧本。我是她忠实的读者。是吗？谢谢你的支持啊。对了，王先生，那么晚了不太好叫车，正好我回城里，我送你吧。我是许会长的司机。那好吧，改天我再来看他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没关系。哎呀，能够认识你们这样的文化人，也是我的荣幸。请。哎，好。柳小姐，怎么了？您刚才按响了服务铃，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我没按过呀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小心碰到的。那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柳小姐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是你！柳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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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跟你们说不要随便打扰他。她刚才要了一份西米露，我给她送过去，可是没有人应门。
这些名人真是难伺候。对了，经理，他昨天要了早上7点的叫醒服务，现在已经7点半了，他还没有起，您看怎么办？我看还是应该把他叫起来，否则他要真有什么事给耽误了，就要怪罪咱们服务不到位了。我明白了。好。当时房门是反锁的，而且窗户呢也是紧闭的，基本我们可以排除入室杀人的可能。根据现场的勘查情况来看，初步判断死者系自杀。樊督察，这是旅店的经理，尸体是他发现的。你好。门是你开的？对对对，柳林让我们早上7点钟叫醒他，可当时已经7点半了，他还没起来，所以我就开门进来了。门是反锁的？对对，门是反锁的。就这么报。是。郑小姐好。我今天过来是特意来谢谢你昨晚救了我，否则我的演员生涯可能就此结束了。谢谢你。郑小姐言重了，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。阿斌，昨晚你救我的时候，是不是叫了我小文啊？不是，我叫的是小婉当心。当时情况太紧急了，我就直呼了您的名讳，不好意思。不可能吧？当时我离你那么近，是不会听错的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当时情况有些紧急，您可能没听清楚。怎么，郑小姐改过名字？以前叫小文。没有，也许是我自己听错了。小婉来了，怎么也不去我办公室啊？昨晚阿斌不是救了我吗？我先过来谢谢他。哎呀，真是惊天大逆转呐！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，马上到电影厂报道化妆拍戏。那个女作家同意让我演了？哎，她同意是你，不同意也是你啊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要管这么多了，你的机会来了，你要出大名了！你快跟我说说怎么回事？不要管这么多了，马上去电影厂化妆拍戏。哦，对了，晚上啊，我去接你，我们一块吃饭。好。阿斌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昨天送作家回去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？没有啊。他没跟你说些什么吗？没有什么，老板。比如人生啊、命运啊、死亡啊什么的。没有。没有。哎呀，你说郑小婉这个人命也太好了吧？等他到的2个人全死了，几天之内。你的意思是，那个作家也死了？怎么死的？自杀。
不可能，柳林不可能是自杀。昨天晚上还好好的，怎么一早起来就自杀了呢？何况他还让旅店一早就把他叫醒呢。王先生，希望你冷静冷静。根据现场勘查，柳玲确实是自杀。至于他一早让旅店叫醒他，可能是希望让人们尽早的发现他的遗体吧。柳玲根本就不会自杀，我不相信。这个事实就是事实。柳林当时现场就他一个人，而且门窗都是反锁的。我跟你讲，柳林刚刚出版的小说大卖，还被电影公司买去了版权，电影公司重金聘请他筹划剧本。你告诉我，他正处于事业的高峰期，他有什么理由要自杀呀？汪先生，你未婚妻的离世你难以接受，但是事实如此，请回吧。哎，王先生，请留步。啊，这是现在上海鼎鼎有名的侦探社，去找他们一定能帮你。哦，罗侦探以前也是我们法捕房的，留洋回来的，断案如神，可厉害了。谢谢。哎，老大，又发生什么事了？作家死了。哪个作家死了？就是那个写了几个电影，陈丹丽拍的那个。柳林，写情伤那个柳林？对啊，你不知道啊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发生了命案，也没有人告诉我。范督察亲自去的现场啊。刚才走的那个什么人？哦，那是柳林的未婚夫，他认定柳林不是自杀的，但是被范督察打发走了。老大，我把珊珊姐的名片给他了，这事办得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啊，又办错了？下次这种好事留给我来做嘛。哎，我，哎，这马屁又拍马腿上了。王先生，您的情况我大致了解了。您的未婚妻柳林小姐是著名的编剧作家，在她事业爱情双丰收的时候，她是不可能厌世而自杀的。对呀。所以你希望我能够查明真相，捉到真凶，是吗？是。虽然法捕房现在定案为自杀，但是我已经让旅店保护好现场，尸体也不允许火化。你是上海炙手可热的私家侦探，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。珊珊，这位是柳林小姐的未婚夫王维俊先生。啊，我知道。哎，王先生，你好。你好，这位是？啊，他是我的助手，很有经验的。你们聊，你们聊。柳林小姐的案子，我也感到很难过。但是你知道，在我这儿人手那么少，案子又那么多，恐怕归恐怕，最重要的呢，在我们之间有没有诚意的存在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主要还是在时间上。罗小姐，这是我的诚意，我只希望还柳林一个公道。哎，王先生啊，其实柳林小姐呢是一个知名的作家，实不相瞒呢，我一直是她忠实的书迷。对于发生如此不幸的事件，我深表难过，并且非常的惋惜。所以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将这个真凶查出来，还柳林小姐一个公道。还有顺便提一下，我是罗小姐的助手，事实上呢，我也是这家私家侦探社的独立董事，所以有关一切大小事务，我都有权决定。今天这个案子，我和罗小姐决定接洽了，我们签约吧。好，谢谢。
好，那我先告辞了，等待你们的好消息。请留步，告辞。再见，王先生，请慢走啊！冷静啊！冷静啊！深呼吸，冷静下来，再忍耐一会儿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终于可以摆脱缺吃少穿的日子了。我什么时候让你缺吃少穿了啊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开心吗？再一次啊！大干一场！我一定要给法补房一点颜色看看。说得对啊，我一定挺你啊！让楚楚针对我们的范德威啊，输得心服口服啊！反击的机会绝对不能放过的。对，我昨天晚上已经看了柳林的一些报道，他现在事业蒸蒸日上，没有理由要自杀呀。可是为什么范德威硬说他是自杀呢？没错，这次范德威都不通知我勘察现场了，死棒子！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必须得去现场看一下。好，这回一定要大干一场。别人给了我们这么多钱，我们可不能对不起他呀！讲得好，来，先预祝成功，干杯！二位有什么话可以尽管问，王维俊先生吩咐过，让我们一定全力配合破案。那就有劳了。经理，在案发当天是你第一个发现柳林尸体的，对吧？是啊，那天早上7点钟，服务员到他房间叫他起床。柳小姐，7点钟到了。西米，柳小姐马上送到。服务员拿着西米露再次到柳小姐的房间，门还是不开，所以就回来叫我去开门。大约用了多少时间回到案发现场呢？半个小时，最多半个小时。早上7点，要了一份西米露，然后没吃就去上吊自杀了。这种可能性不大，估计应该是谋杀。如果说是谋杀，半个小时之内将人吊上房梁，然后再逃走，时间足够了吧？经理，能不能带我们到房间去看一看？行，请。请进。这里的情况和当天完全一样，因为王维俊先生吩咐我们必须要保护好现场。这是当天那张送餐卡。他很狡猾，这样就不用模仿柳林的字迹了。你有没有闻到这里有一股沉香的味道？柳林有熏香的习惯吗？有啊，柳小姐跟我说，她在写作的时候会点上熏香，帮助放松心情，有利于思考。经理，柳小姐有多高？没有你高，大概到你耳根那个地方。有什么发现？这个凳子是头重脚轻，如果柳林小姐踩在这个凳子上自杀的话，那凳子一定是四脚朝天的。可是案发现场的凳子是这样的，从角度和距离来说都很不合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柳林是在死了之后被人挂上去的？对，很有可能。哎，你过来。这窗户我查过了，全都是密封的，而且是锁上的。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，这个放沉香的香炉干嘛要放在这里呢？如果据经理所说，沉香可以帮助柳林放松心情，增强思考能力，那么这个沉香炉呢，应该是放在他工作的地方或者是附近，为什么要放得那么远呢？对呀，我看到柳小姐工作的时候，香炉是放在写字台附近的呀。这里有一根很奇怪的头发。经理，法捕房的人来过这儿之后，带走过这里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
好，经理，案发之后这个房间有没有打扫过？也没有，因为王先生吩咐过，什么都不能动的。有什么发现？这支笔在写字台下面被我找到。我问你啊，身为一个作家，笔就等于是他的生命。你来分析分析，这个笔落在地上，他会毫不在乎吗？你说的很有道理，非常值得怀疑。所以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谋杀。那凶手在这样一个门窗紧闭的房间里，他用的什么手法杀人呢？证据呢？柳林的死因尚未查清，女主角换人她也没同意过。希望你们在这一切结果出来之后，再继续拍摄。哎呀，我们拍电影是有计划的。柳林死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停工1天去哀悼了，是吧？这进度上已经……你的意思是柳林出事，耽误你们拍摄了？不，王先生，您别误会啊，我们只是想把柳林的作品呢拍得更好，以告慰他在天之灵嘛。得了吧！你们就是想赶紧拍完，好上映赚钱。我可告诉你，柳林的遗稿现在在我的手里，你们签订的合同由我代为执行。在真相没有水落石出之前，你们必须停止一切拍摄活动。王先生，您要搞清楚，法部房已经宣布了柳林的死因是自杀。哎，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嘛！你，看来不给你们一点颜色，你们是学不会尊重逝者的。哎，王先生，你想干什么嘛？哎，你想干什么嘛？喂，你坐在我上面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来给你送柳林的资料，从他出生到怎么开始写作，哪本书最出名，写了哪些书，我全都给你找来了。现在几点了？现在1点40了。还有20分钟。啊，老大，电影公司来电话了，郑小满都到摄影棚了。拿走。哦，走开。不会早点说，笨死了。老大，资料不看了，帮我送到罗珊珊那里去。怎么又变成跑腿的了？我也想当个好侦探。王先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是不是？大家都是文明人，有话我们慢慢说嘛。啊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我就那一句话，这件事情没有结果之前，这戏不能拍。你看，你都看见了，我们这布景啊、灯光都弄了大半天了，摄制组等着开工，他们也要吃饭，你得为他们想想，是不是？我看这样，我们把今天的戏拍完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和我说这些！现在的这种局面完全是你们自己一手造成的。你们不尊重作者，违反合同，没有柳林，哪来的这部戏？没有这部戏，你们有什么功可开？还有，我问你，你们换了之前柳林否定过的人来演女主角，跟谁商量过？啊？你们把合同当废纸吗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啊？我们跟谁商量？跟你啊！想找茬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份。保安，把这个神经病给我轰出去！好啊，来呀，来呀，闹得越大越好，最好让全上海都知道你们这些黑心商人。哎，别，叫什么保安呢？他是谁啊？啊，王先生，自己人，
没有王先生，没有柳林小姐啊，哪有我们这个戏啊？王先生，你要多见谅。导演呢，他是创作心切，是不是？我们大家呢说来说去都是想把这个戏拍好、拍精，以告慰柳小姐的在天之灵。您是知道的，我们和柳小姐是合作好多年了，是不是？我啊，还有这么多同仁，都和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我们都把她当作是自己的亲人，是不是？啊，今天是我们不对，疏忽了啊。这样，王先生，我现在当着你的面宣布啊，从现在开始停工1个礼拜，等柳小姐投气以后，我们再考虑复工啊。王先生，您看这样行了吧？我今天可以先回去，但是这件事情1天没有结果，你们就不能开工，否则咱们法庭上见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派个车送王先生啊。喂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后面的剧本在他手上，合同也在他手上，不能硬来，得哄着他，知道吧？那真不拍了？怎么那么傻呢你？走了以后拍。哎，明白啊！大家注意啊，休息10分钟，准备开拍了。好嘞，知道了，导演。公部门啊，休息10分钟。兄弟，请问郑小婉在哪里？出这门口啊，往那儿拐就到了。左边。对对对，左边。好，谢谢。小婉姐，这样可以吗？你好，郑小婉小姐吗？有没有时间聊一聊？你是谁啊？法部房探长，我叫刘凡熙。刘探长，找我有什么事啊？你认识陈丹丽吧？认识，电影试镜的时候见过。据我所知，《情商》这部电影本来陈丹丽担任女主角的，而在她死了之后，就由你接任了。你们先出去，把门关上。哦，好的。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啊？怀疑我？我接任这个角色可是公司决定的。但据我所知呢，当初确定这个角色的时候，竞争非常激烈，是吧？对啊，那也不能说明就是我杀了他吧？那么我问你，5天前的半夜，12点到2点这段时间，你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？你是在审问我？我老实告诉你，我们法部房已经证实，陈丹丽不是死于意外，而是被人谋杀的。因为你和她的关系那么复杂，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你有谋杀她的动机。郑小姐，那柳林死的晚上8点至12点这段时间，你在什么地方，做了什么？请你马上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在家里。有谁能证明吗？我刚开始在家，后来电影公司的老板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去陪他们打麻将。他们可不可以帮你作证？当然可以作证了。那些臭男人，开了我1晚上的油，他们敢不作证吗？你是不是在柳林死了之后才接了这部戏的？是，不过之前试镜的时候，老板对我的表现已经很满意了。出了这个意外之后，我也算是临危受命。那在你印象里的柳林，他有没有自杀的倾向？这个你不应该问我。作为探长，你应该有这个本事。你刚问的，我都回答了。要没什么问题，请回吧。好，
多谢郑小姐的合作。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我再来找你。再见。来了。我们来看你啦！你们两个进来。珊珊姐，案子现在怎么样了？现在可以肯定的是，这又是一桩密室杀人案啊！那进展的怎么样了？你知道是什么手法吗？现在还没有头绪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来了？我们想你了呗，过来看看你。怎么，你不欢迎啊？我们走了。哎，我可没说不欢迎你们啊！我这不是为了案子正烦着呢吗？哎，刘大哥没来吗？没有。哎，你看，他让二宝送来柳林的资料，这么厚一摞，看得我头昏眼花的。哎，你们俩配合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啊！谁跟他配合了？都是他来找我的好不好？我躲都躲不掉。哼，我看珊珊姐说的不是心里话，就说刘大哥长得有点胖吧，但是胖的很可爱啊。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啊！别在这烦我。哎，先说好了啊，今天啊，你们可得伺候好我。你看，我们俩给你带来好吃的，你先工作啊，等我们俩热好了就叫你啊。走。脸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没事。哎呀，你看你真是出什么事了？他呀偷肉吃，你看把头发都撩着了。哎呀，行了，那头发都焦了，你还欺负我？多听话。哦，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了？我姐开密室了。啊？密室？密室跟烧头发有什么关系啊？密室？对，法捕房那边认为柳林小姐是自杀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案发现场是一个门窗紧闭的密室，而且造成了柳林小姐一个人在这个房间内的假象。但是事实并非如此，我已经找出了这个密室形成的方法和凶手逃离的方式，足以能够证明柳小姐绝对是被人谋杀的。太好了，罗小姐，看来我没有选错人。首先，正如王先生所说，柳小姐是绝对没有自杀动机的。当然没有。其次，悬挂着柳小姐尸体下方的这个凳子，看似是自杀时踢倒的，但是这个凳子实际上被踢倒之后应该是这样的，四脚朝天。因为这个凳子头重脚轻，可是现场看上去这个凳子是这样摆放的，它的位置和角度都很不合理。王先生，据我所了解，柳林小姐应该是一个很严谨而注重细节的人，对吧？是啊，她几乎是个完美主义者。一个追求完美的作家，在他结束自己一生的时候，他会把自己心爱的钢笔掉在地上，而不在意吗？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这个凶手他是如何制造这个密室的呢？其实他就用了一个很小的道具——沉香炉。凶手先把柳林小姐打晕，然后吊死在这根绳子之上，最后从窗户逃离。他将一根小小的头发拴在了这个沉香炉和那个窗栓之间，当香炉里的香烧断了头发，插销就自然的落下，密室就这样形成了。其实是一个很简单而又巧妙的方法。分析得很透彻，而且非常精彩，就是还有一点没有解释到位。那既然凶手处心积虑布置了这个自杀现场，悄悄离开不就好了吗？只要等到服务员打扫房间的时候，自然会发现那具尸体，干嘛还要点什么早餐呢？这不多此一举吗？其实这是凶手用的一个很小的伎俩，他想混淆柳林小姐死亡的时间，让我们误以为她是在点完早餐之后再自杀的。现在我就去法捕房告诉他们，柳林根本就不是自杀。王先生，请您先别急。怎么，王先生，我们只解决了这个密室的结构，现在呢可以肯定柳林小姐绝非是自杀，但谁才是凶手呢？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查出头绪来，所以无论如何，请你再多给我们些时间。那好吧，希望你们尽快破案，告慰柳林。不用担心，要忙你就先走吧。我和罗珊珊呢还有一些案情的细节需要商量。那我
先告辞了。你放心，破案指日可待，我们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。谢谢，再见。哎，珊珊，我在考虑柳林的死和陈丹丽的死会不会有关系？绝对有可能。陈丹丽是电影的女主演，在她死了之后，柳林和电影公司的人都在商量重新选人，而这个时候柳林也出事了，那么谁会是受益人呢？思路正确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去过片场了。你知不知道陈丹丽演的角色谁在接任？谁呀？郑小婉。我知道这个人，但是这两起案子绝对不是一个女人所为的。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女人的背后有一个厉害的男人？许少林。哦，这你都知道了。他们两个的情人关系，小报上已经炒得沸沸扬扬的了。看来我们跟许少林真是够有缘分。这两个人一死，弄的是满城风雨，这部电影全都是负面的消息。我也没办法啊，我都说了啊，那个如果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按自杀结案，这问题就结不了案嘛，这罗珊珊就卷进来了。哎，我说整个法租界你都说了算，一个罗珊珊能翻了天呢？你们应该从舆论上考虑考虑，最起码你们法普房应该出面对公众说几句话吧。你可别忘了，这部戏里的投资有一半是你的股份，要是观众不进电影院，我们就亏大了。行，我想想办法。喂，今天怎么这么好，出门来迎接我？还说呢，你好好看看你们法捕房干的好事，明明是他杀，非要写成自杀。我今天特意来找你呢，也是为了这件事情。来，跟我走，我带你看看去。看什么？说清楚。柳林的尸体，要不要去看呢？走啊！这怎么可能是自杀呢？分明就是谋杀！范德威也太蠢了吧！哎，我带你过来啊，目的是让你确定你自己的观点，不是让你来骂范德威的。我现在100%可以确定了，柳林就是被谋杀的。他死的时候，脖子上的绳子呈绞索状。如果是自杀的话，受力应该很均匀。他脖子后方也有勒痕，但是跟前面的相比要浅很多，说明有人从身后勒死了他，然后再造成了自杀的假象。从柳林脖子上的淤点可以推断，他死的时候戴着一串项链，而凶手的绳索正好扣在了项链之上，造成了这样的淤点。你们把尸体带回来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他戴的项链呢？没有啊。罗侦探您好，刘探长也在啊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们有事。啊，进去再说吧。那天晚上，柳小姐回来时还带了一个陌生的男人。你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了吗？这倒是没有，她直接把那个男人带进房间了。那当时你怎么没说？当时我都吓懵了，长这么大头一次见到死人，还离得那么近，现在脑子才缓过来一点儿，也不知道这有没有用，就是觉得应该告诉你们。你做得很好，还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？先喝杯水吧。啊，谢谢啊。那天晚上是王先生先到的，柳小姐还没有回来，我就先开了门，让她到房间里等。后来我说的那个陌生人和柳小姐一起回来了，他还向我订了早上叫醒的服务，之后就回房了。那王先生呢？
一直没有出来吗？一会儿他一个人出来的，在大厅等了好长时间，最后和那个陌生人一起离开的。那以后有没有什么人进去过？没有了，要是有的话，就是我去敲过门。柳小姐，怎么了？您刚才按响了服务铃，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我没有按呢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那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啊。晚安，柳小姐。那这么说，他们两个离开的时候，柳小姐还好好的？对。好，今天谢谢您了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祝你们早日破案，还柳小姐一个公道。好，不送了。刘探长，再见。慢走啊。慢走。再见。你觉得这是什么情况？我看我们首先要去找一趟王维俊，但愿从他的口中能够得到一些新的线索。那天晚上我到旅店的时候，柳林出去吃饭还没有回来，我就在他的房间等他。他出去和谁吃饭？原本我以为他应该是和电影公司的人一起商讨替换演员的问题，因为那部戏的女主角陈丹丽出了意外。那实际上呢？实际上他是和租界商会的会长许少林吃的饭，可能也是因为演员的问题，因为那部电影许会长也参与了投资。那吃完饭回来以后，你们聊了多长时间？聊了些什么？我实际上就没有跟他说上几句话。那天是许少林的司机送他回来的，后来柳林就一直跟他聊了很长时间。这么说来，你们3个人一起聊天的时间特别长？不是他们俩。这位先生他参加过战争，我想和他聊一聊，听听他的故事，再找点新的感觉。你要我今天先回去，我明天再跟你联系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再见。再见。那个人半边脸戴着一个面具，挺吓人的，我不放心，所以一直没走，在大厅里面等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出来了，我本来想再回去看看柳林的，可是他却对我说：“哎，王先生，刚才在屋里的时候，我跟柳林小姐讲了一些关于我的故事，她记录了很多，正在整理。我出门的时候呢，她都没顾得上送我。现在你去看她，恐怕会影响她的工作。”是吗？对了，王先生，那么晚了，不太好叫车，正好我回城里，我送你吧。我是许会长的司机，请。好，请。王先生，之前这些事情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？这些重要吗？那天我和他走的时候，柳林还是好好的呀。难道你们怀疑那个司机吗？任何细节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，都有可能是破案的关键。没错，我还想了解一下，柳林和许少林谈演员的事情，你知不知道一些具体的情况？他什么都没来得及说，但是我知道，柳林只认可陈丹丽饰演女主角，他不喜欢郑小婉，因为郑小婉原本是夜总会里的一个歌女，后来又演过几部香艳的歌舞片，还是配角。我太了解柳林的性格了，如果许少林是用手段逼他的话，那就更不可能成功了。王先生，你记得柳小姐平时是不是戴一串珍珠项链？对呀，那是我送给她28岁的生日礼物，上面正好是28颗珍珠。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这条项链已经不见了，我怀疑是凶手拿走的。郑小婉是许少林推荐的？哎呀，是啊，刘探长，您是个明白人，应该知道这里面的奥妙。我明白的，人终归是人，有癖好一点都不奇怪，更何况是商会会长这么大的人物呢，对吧？哎，我们也为难呐，是不是？现在要启用一个新人，会惹来不少的麻烦。柳林的未婚夫3天2头来闹，硬是不让我们开工。老兄啊，你是老江湖了吗？什么人没见过呀？人走掉了，工照开，对不对？刘探长，你真是眼观六路啊！大家都是老江湖了。
哎呀，我们的这个戏啊，也不是一天就能拍完的，是不是啊？再说那个合同，你在他手上有短处，他早晚会来找麻烦的。哎，刘探长，干我们这一行也难呐。哈哈哈哈。老兄啊，你这行难，我们这行更难呐。多谢合作了啊！好，如果有问题呢，我再来找你。没问题的，随时恭候啊。进来。哎呦，刘探长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啊，来，哎，请。哎，来，请。怎么样？最近忙吗？还行啊。我这次来啊，是有一些关于案子的事情想来请教一下。哎呀，刘探长，只要我知道的，我一定老老实实的交代。哎，徐会长言重了啊！是这样的，在柳林遇害的前一晚，你是不是同他一起吃的晚饭？是的。陈丹丽出了意外，我和他商量了一下主演的事儿。你向他推荐了郑小婉？是啊。在试镜的时候，柳林对郑小婉的印象还是不错的。只不过当时啊，陈丹丽比他的名气大。但是我听说有一些更加重要的，是因为许会长你和郑小婉的关系非常密切，而且呢，许会长的车一直在给郑小姐使用。哎呀，我的车闲着也是闲着，给主演和摄制组用一下，也减轻一下他们的负担啊。况且，如果我和郑小婉早有什么关系的话，一开始这主角还能轮得到陈丹丽吗？如果许会长和郑小婉真的有什么关系的话，那么陈丹丽和支持他的柳林就会妨碍许会长推荐郑小婉的计划，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刘探长的意思我不明白了。陈丹丽在浴室出了意外，柳林因为才思枯竭而自杀。你说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况且你们不是已经结了案了吗？徐会长，因为现在有新的证据显示，这两起案子都是他杀，我们要重新调查。刘探长的意思是怀疑我杀死了陈丹丽和柳林。徐会长，在真相尚未浮出水面之前，任何同他们两个接触过的人都有嫌疑。哎呀，刘探长，你太有意思了！我说你们侦探的想象力可真是太丰富了。你可别忘了，我是这个戏的投资方，我杀了能够给我带来票房的陈丹丽，我杀了还没有完成剧本的大作家。那你马上把我抓起来，否则的话，我还会杀死导演，杀死摄影师，杀死那些个电影公司的老板，他们都会很危险的，你懂吗？徐会长，别那么激动，这些只是推测。你要知道，陈丹丽并不是在洗澡的时候出的意外，而柳林也不是因为写不出剧本而自杀，可见这两起谋杀案一定有关联。那就展开你想象的翅膀去破案吧，刘大探长。好，我会的。多谢许会长的合作，我告辞了。这车我认得，这是许少林的车吧？